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想立刻被抓进局子，于是我拿起脚下的砖头砸向前面价值200多万的保时捷挡风玻璃。你特妈找死是不是？我砸的。废话，我看见了。为什么？看他不顺眼。你知道这玻璃多少钱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要不你把我送进治安所吧。是的，我没疯。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保命。刚才在哪怕晚几分钟，我就有可能被妻子一家诬陷，陷入死局。这小子怎么回事？老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主动要求进治安所的。陈默，据车主赵金海反向，你跟他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砸了人家的车？喝多了，心里烦，看那车停得碍眼。是吗？现场酒精测试，你的酒精含量是0，那就是没喝，就是烦。我认，车是我砸的，玻璃多少钱该赔赔，但我现在没钱。车主赵先生提供了车辆定损单，前挡风玻璃原厂定制，连同工时费，初步报价4万8。我说了，我没钱，赔不起。你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接受。陈默，我提醒你，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经违法。你现在态度好点，积极赔偿，取得对方谅解，可能就拘留几天。那就按最重的来，拘留、罚款我都认，不用通知家属，我家里没人。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行政拘留15天，罚款500，这是顶格处理。你对这个处罚有异议吗？没有，我签字。拘留期间，你有权要求通知家属或者单位。不用，谁也别通知。下手真黑，不就是摸了2把牌吗？哎，哥几个，都因为啥进来的？你们听说没？跨年那天晚上，台球厅那边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车祸呀！就台球厅旁边那个丁字路口，听说撞飞出去7、8米，开车的跑了，到现在没抓着。没人看见车牌，黑灯瞎火的，路口那破监控早坏了半年了，修都没人修。要我说，那开车的也是够狠，撞了人瞅都没瞅一眼，直接踩油门溜了。听说后来救护车拉走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多管闲事，我依旧闭着眼，呼吸平稳，耳边的声音却异常清晰。台球厅路口，监控坏了，撞了人，没停，跑了，每一个字都和我记忆里的画面严丝合缝的重叠。陈默，出来。陈默，你死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家里出多大的事了？去哪儿？锦华苑。熟悉的街道，陌生的平静。上一世这时候，他应该刚刚签完那份单则协议，被柳如烟一家人围着，指着鼻子骂，然后赶出家门。站在门口，没立刻进去，特定不是凌乱，是恐怖。来看看我的好妻子给我留的什么东西。第一份是离婚协议，要我净身出户；第二份是我的认罪书，连最后那个墨字最后一笔的上扬角度都分毫不差。柳如烟，你绝对想不到你们一家人故意栽赃我会惹下多大麻烦。陈默，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这半个月你死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啊？你撞了人跑了，治安员都查到家里来了，电话打我这儿，打我这儿啊！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浩浩都被你连累的不敢出门。妈，你别这样，陈默，你这半个月到底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家里变成这个样子。陈默，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治安队那边证据确凿，路口虽然没监控，但有目击者看到了你的车，也记住了车牌。现在人家伤者家属不依不饶，非得要抓人。这是我托人打听才弄来的，是事故处理那边出布你的责任书，只要你签了，态度好，积极赔偿，争取受害者家属谅解，可能就不会判那么重。陈默，你就签了吧。
把事情认下来，房子卖了赔给人家，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对，陈默，你听如烟的，你把房子过户给如烟，他去处理赔偿的事儿，你进去待几年，出来还是就一家人了。姐夫，治安员真的快查到家里了，我昨天还看见他们在楼下转悠。你赶紧签了吧，别连累我们3个人，以后还能不能还是在他们的为民和为你着想的家里面签下那份自诉自己一切的协议。我什么时候撞人了？陈默，都这时候了，你还想抵赖？车牌号就是你的，车是你名下的。车是我名下的，那辆车半年前柳浩说做生意要撑场面开走了，过户手续谁办的？你什么意思？车贷是你还的，车当然在你名下。是吗？那治安员查到的到底是我的车，还是柳浩开出去撞了人的那辆车？陈默，你血口喷人，你自己造的孽，别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你胡说八道！我那天晚上在家睡觉，妈和姐都能作证。在家睡觉？那你手上那块表，跨年夜之前好像没有了。姜文金段最便宜的也得10几万。柳浩，你最近发财了？陈默，你别转移话题，现在说的是你撞人的事，这责任书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然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行，那我考虑考虑。考虑什么考虑？现在就签，签了字，滚出这个家！这房子现在跟你没关系了。你去哪儿？出去透口气。考虑好了，给你们答复。家人联系不上，电话不接，协查通告都发到公司了，影响多恶劣！王总亲自发话，必须立刻处理，消除影响。陈默，你还知道来上班吗？陈默，你自己看看，公司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在外面闯这种祸，协查通报都传到王总那儿了，现在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人家受害者家属都闹到前台来了。公司念在旧情，没追究你给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已经仁至义尽了。这是解骗通知，你把字签了，去财务部把这个月工资结了。哦，不过你这半个月无故旷工，工资要按规章制度扣。小陈啊，这事儿闹得太大了，王总亲自盯着的，你也别怪公司，要怪就怪你自己太糊涂。签了吧，好聚好散。协查通报，我能看看吗？你看什么看？那是治安部门发给公司的内部函件。谁提供给公司线索，说我在那起事故现场的？你还在狡辩？你老婆柳如烟亲自来公司说明的情况，她还带了现场的初步认定材料复印件。所以，公司是基于我妻子柳如烟提供的未经最终证实的材料，在我本人未到场、未申辩的情况下，直接做出了解赔决定。陈默，你这是什么态度？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我告诉你，今天这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保安就在楼下。哟，这不是陈工吗？怎么还有脸来公司啊？听说你撞了人，还是个老大爷，撞完就跑了。人家现在躺在 ICU， 一天好几万呢。真看不出来啊，平时人模狗样的。嘘，虚什么虚？敢做不敢当啊！如烟多好的一个人，嫁给你真是倒了大霉。摊上这种事儿，还得来公司帮你求情，脸都丢尽了。我要是你，哼！陈默看了他2秒，转回身，把手里的解聘通知放回桌上。字我现在不签，等我事情处理完，如果公司坚持解聘，我们再谈。这个月应得的工资，请财务按规定核算，该多少是多少。如果少付，克扣，会申请劳动仲裁。东海集团赵金海，董事长。你签了，别耽误我们时间。签了字，你净身出户。是陈默吗？是，我这边是市治安局大队，关于上月31号晚上台球厅路口的一起交通案件，需要你过来配合调查一下。治安员同志，就是他，他就是陈默，我女婿，就是他那天开的车。坐那边。陈默，你终于来了，我求求你了，你说实话吧，如果别再瞒着了。治安员，他就是我朗峰陈默，那辆宝马确是他名下的。对，治安员他撞了人害怕就跑了，我们都不知道啊，要不是查过来，我们还被蒙在鼓里。治安员，这是这孩子不懂事儿，自己偷偷写的责任书，他心里也害怕，也后悔啊。您看看，他都认了，我们家属一定积极配合，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陈默，这份责任书是你写的，
是你签的字。陈默，你说话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想什么？就是白纸黑字你自己写的，还想抵赖？这是我们调取的车辆信息，车牌号江 NB666，白色宝马3系，车主姓名陈默，登记日期3年前，最近一次过户记录没有。也就是说，这辆事故车辆在法律意义上至今仍然属于你。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被处罚人陈默因故意损毁财物，根据处罚第49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拘留15日的处罚。执行时间：2022年12月31日23时55分至2023年1月15日14时整。执行单位：江城市城南治安局。喂，是我，老王，帮我马上核实一个情况。拘留人员陈默，身份证号是？对，查一下他的入所时间和释放时间，尽快。确认了，时间完全吻合。我知道了。刘浩呢？他不是也来了吗？在哪儿？他在外面车里等。叫他进来。现在。警官，你什么意思？那2份纸是什么？陈默他什么？根据我们刚刚核实的记录，在你们指控他的准确时间段2022年12月31日23时50分左右，陈默本人正因为另一起案件坐在城南治安局接受询问并办理手续，他有确凿无可辩驳的不在场证明。不可能，那责任书那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承认的。柳如烟，这份责任书是你提供给我们的，你声称是陈默所写。现在陈默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当时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么这份伪造意图陷害他人的材料是谁伪造的？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小张，去门口把柳浩带进来，让他在这张表格上先把自己的姓名、证件号、联系方式写清楚。陈默，你也在这上面签个名。刘浩，过来，在这里把你的基本信息填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警官，这一定是误会。这可能是陈默以前签了什么，浩浩模仿着玩的。小孩子不懂事，这不能算数啊！李翠华女士，请你冷静，坐回原位。现在的情况是，你们提供了一份伪造的，内容为承认这里书，试图诬陷陈默，而真正的嫌疑人根据现有笔记、比对和逻辑推断，很可能另有其人。姐夫，妈，我真没有。那天晚上我就在家，你们知道的。陈默，是你陷害浩浩，对不对？你早就准备好了，那2张纸也是你伪造的。你为了脱罪，你连这种手段都用。警官，你别信他，他肯定找人做了假证明。柳如烟，我们出具的证据是真伪，一查便知。我提醒你，诬告陷害都是犯罪行为。小张，通知队里值班领导，案情有重大变化，立刻对柳浩、柳如烟、李翠花3人采取临时性约束措施，分开问话。同时，申请笔迹鉴定材料我收了，关于财产部分需要移交其他部门，你稍后配合做一份详细笔录。你早就知道我家里被搬空了，有视频和照片，责立书原件在这里，复印件我也有，银行流水我可以申请调取。小张，先带陈先生去做笔录，重点问财产转移和伪造文书这部分。陈先生，根据你提交的报案材料和王志安那边移交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你反映的柳如烟夫妻共同财产一事进行询问，请你如实陈述。你和柳如烟是什么关系？共同财产主要有哪些？夫妻，结婚5年，共同财产主要有哪些？一套位于锦华园的房子登记在我名下，婚后购买；一辆白色宝马3系登记在我名下，购买3年，半年前被柳浩开走使用。存款主要是我工资卡和一张共同使用的存取卡，总额大约85万，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家电家具。你最后一次确认2022年12月30日晚上，我查看过银行 app， 余额正常。31日白天我上班，晚上因为其他事情被拘留，直到1月15日下午才回家。你如何确定发现房子被搬空，存款应该有移到哪里？我15号回家后，尝试用手机银行登录，发现密码被修改。我通过银行客服电话挂失时，客服提示我账户近期有大额转账交易。至于转移到哪里，我怀疑是转到了我小舅子柳浩名下的一家汽车美容店的账户上，店名叫浩宇车饰，
注册大概1年，但我怀疑他没有实际经营，是个空壳。柳浩以前提过，他朋友用他身份证注册了个店，用来走账，店名里带个雨字。而且柳如烟以前有一次说漏嘴，提到柳浩的店账上获过一笔大钱，时间大概在去次的事情。我怀疑他们早有预谋。我们需要调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相关手续。我可以配合提供一切必要材料和授权。另外，我申请财产保全，我们会依法办理。陈先生，今天的询问先到这里，后续可能需要你再次配合。多谢警官。笔迹鉴定的初步意见出来了，那份认罪书上的签名与柳浩的日常书写习惯高度吻合，与你编的笔记倾向认为系柳浩模仿你的笔记伪造。那柳浩现在暂时不问，不过这小子滑头的很，一口咬定自是模仿着玩，不承认和车祸有关，只说随便写的。通讯记录和聊天记录都删得很干净，技术恢复需要时间。你之前说存款可能转到柳浩的店了，只是推测，经侦的李警官已经受理了。银行那边流水调取初步结果传过来了，涉及陈默账户的那几笔大额转账有发现。说，从2022年12月26到30日，陈默号8873不卡方付出金额下一个对我通报不转风险说匿名很可能是被 ID 归属地是本市6号，操作人需要进一步核实，该时间段内陈默本人手机号接收验证码的记录是空白的。好，立刻申请冻结这个对公账户，还有查这个账户近期的资金流向，特别是大额转出。明白。看来你的推测没错。对，陈先生，这是银行那边同步提供的信息。经犯是2月28号，柳如烟来柜台办理过一笔大额转账业务，当时陪同印象很深。柳浩当时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什么车看好了，定金随时能交。王警官，我记得柳浩手上带了块新的姜文蛋蛋，而撞人的那辆宝马右前保险杠撞毁了，他是不是已经用这笔钱买了新车，或者付了跑车的定金？通知下去，重点查柳浩各张账户，还有他近期有没有大额消费记录。完了，虽然删了聊天记录，但肯定有办法恢复。还有银行账户，血到底转干净没有？那个空壳公司的账户会不会被查？你们放开我，我要见我儿子！浩浩，你别怕，妈在这儿。妈，你小声点。你个没良心的，我都是为了谁呀？现在好了，治安员都怀疑到咱们头上了。陈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2张纸，就说自己那天晚上在派出所。治安员现在信他不信我们啊？那则列书，治安员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说字儿是你写的，要告你伪造文书、诬陷。我就说那法子不行，你姐非说万无一失，现在好了，全完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陈默没顶成，还把治安员招家里来了。现在笔记查出来是浩浩的，你把你弟弟害死了。我的主意，妈，那天晚上是谁跪在地上求我说浩浩还小，不能留案底，以后就毁了？是谁说陈默光顶包不够，得让他把房子存款都吐出来净心出户，以后不能再缠着咱们？不都是你吗？我那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弟弟。你当时不也同意了吗？你还说陈默账户密码你知道，转钱的事儿你来办，你现在想撇清，没门儿！别吵了，现在吵这些有什么用？治安员已经查到那家店了，账户要是被冻结，钱就取不出来了。我订车的定金都交了。什么车？你用那笔钱订车了？不然呢？那破宝马都撞成那样了，还能开吗？我早就看上了一款保时捷，定金20万就等尾款了，现在全完了。20万？你交了20万定金？那钱是陈默的，也是我的，姐转给我的，就是我应得的。要不是陈默没本事，我早开上跑车了。不会的，就是撞个人赔点钱的事，怎么就这样了？陈默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不敢的。柳浩，你刚才说订了保时捷，定金20万，钱是从浩宇车市账户走的，还是从你个人看户走的？刚刚接到通报，事故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您今天下午5点17分宣布临床死亡。另外，受害者家属已经确认身份，逝者王某，男，22岁，是本市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国的独生子。现在，这起案件的性质已经变了，现在依法对你们3人进行传唤，请跟我们走一趟。去哪儿？长丰机械，城东工业园。上辈子从公司被狼狈赶出来，陈工，你怎么来了？我来拿点东西。孙姐让你伪造公司印章，开具虚假收入证明。陈工，这个是孙主管让我，然后帮助柳如烟用这份证明去办理大额转账，或者我没有，我不知道，是孙主管给我的。他说如烟姐急用，让我帮着走个流程。陈工，我真不知道是拿去转你的钱。陈工，我只是个打工的，需要流水，所以伪造证明
证明他月收入10万。小周，你在人事部干了3年，应该知道开具虚假证明纸是什么性质。协助他人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又是什么性质？麻烦你把这2份东西转交给孙主管，还有刘总，告诉他们，我明天会正式来公司办理复职手续，或者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问题。赵总，您放心，这次的合作方案我们一定做到最优化，保证让您满意。技术参数和交付时间是关键。刘主管，我希望你们拿出诚意。沉默，你怎么还在这儿？下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已经被解聘了，赶紧走，别在这儿影响公司形象。刘主管，赵总，您别介意，这是我们公司一个前员工，有点私人问题，我马上让他离开。又见面了，赵总。赵总，您认识他？认识，印象深刻。跨南夜砸了我车玻璃的那位。啊？事情解决了？解决了一部分，剩下的正在解决。我听说了一点，治安队那边老王跟我提了句，说你小舅子撞了人，想让你顶包，还转移你的财产。是，刘主管，这位陈默是你们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是，以前是，但是赵总，他涉及一些案件已经被公司解聘了，因为所谓的肇事逃逸。是的，治安队发了协查。刘主管，你核实过吗？现在的治安队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我没错，你之前负责过东海集团3号自动化生产线的前期技术对接。是我。刘主管，我跟王总也打过招呼了，3号线项目重启，我只有一个要求，技术总负责人必须是他。赵总，这不合规矩，他已经被解聘了，而且如果他不能复职，那么东海集团与长丰机械的所有合作意向，包括正在谈的另外2个千级订单，全部终止。这个本来想交给治安队老王，想了想，还是直接给你了。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24小时循环录制，内存卡容量大。跨年夜那晚，我的车停在那儿，记录仪一直开着，碰巧镜头对着的正好是台球厅那个丁字路口。我要亲手揭开真相。沉默，这么晚有什么事？我拿到一份新的材料，城东工业园长丰机械公司旁边的蓝鲸网吧。待在原地别动，我马上带人过去。高清，足够清晰，能作为呈堂证供。这东西哪儿来的？赵金海给的，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他说车那晚停在那里。够了。对，是我。立刻申请对柳浩、李翠花、柳如烟的逮捕令。另外，通知所有执勤单位留意柳浩可能潜逃，他今天在交警队有偷摸订票的嫌疑。还有联系受害者家属，告诉他们真凶已定，证据确凿。陈默，这份证据非常关键，他直接改变了案件性质，你立了大功，也替死者找回了公道。公道有时候来得太晚，但来了总比永远会判多来强。具体要根据情节量刑。柳浩罪名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罪并罚，刑期不会轻。至于柳如烟，3到7年跑不掉。我知道了。受害者家属那边一旦知道真相，绝不会善罢甘休。王建国在本地不是小人物，柳家恐怕赔光家底都不够。第2天上午，我先去治安队补做了笔录，接下来来到长丰机械技术部，气氛和昨天截然不同。陈工，来，快请进。办公室说，陈默啊，坐。事情我们都听说了，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公司之前也是被蒙蔽了，听信了片面之词。我代表公司向你郑重道歉。对，都是我的错。陈工，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技术部副总监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不仅复职，还要表彰。赵总那边也打了招呼，3号线项目全由你负责。陈默啊，
公司以后就靠你们这些技术骨干了。陈工，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昨天，人事部开具了一份虚假的收入证明，金额80万，盖的公司财务章。这件事，公司打算怎么处理？有这种事？开具证明的助理小周说是孙主管指使的，目的是帮助柳如烟非法转移我的财产。这份证明现在应该还在孙主管那里，或者已经流转出去了。如果追究起来，伪造公司印章，开具虚假证明，公司恐怕也脱不了干系。王总，我马上查。孙姐她可能也是一时糊涂，被柳如烟蒙骗了。查清楚，该报警报警，该开除开除。公司绝不容许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陈默，你放心，这件事公司一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交代。是是是。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虽然一笑成人了。陈默，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看在我们5年夫妻的份上，都是我妈，都是刘浩，他们逼我的。我要是不听，他们就不认我这个女儿啊！陈默，我怀孕了，我昨天刚查出来的，是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啊！你难道要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或者有一个进去的妈妈吗？去年6月，你拿着这份报告回家，哭着说可能生不了孩子，怕我嫌弃你。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治，治不好就领养。我当时安慰了你一晚上，后来你偷偷把报告藏了起来，再也没提过。你吃的那些维生素素，我一直以为是调理身体的，直到上个月我在垃圾桶里看到空药盒，上网查了查，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柳如烟，你告诉我，你肚子里这个孩子是哪儿来的？妈，我来是告诉你几件事。第一，柳浩所有的行为都被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高清的，人脸很清楚，他现在罪名很清楚。第二，受害者死了，是宏远建筑公司老板王建国的独生子，王家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索赔金额初步是1000万。第三，柳浩个人账户和那个空壳公司账户都被冻结了，里面的钱都会被作为赔偿金，不够的部分需要你们用其他财产来抵。第四，柳如烟已经被拘留，她名下你们现在住的那套已经被王家申请了财产保障。不可能，那是我的房子，我老伴儿留下的，你们不能拍，不能！你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柳如烟的名字，属于她的婚前财产，现在用来赔偿受害者家属的财产，法律上没问题。陈默，你救救浩浩，救救如烟，妈知道错了，妈给你跪下了，你去找那个王老板，你去求求他，让他放过我们倾家荡产也赔，妈给你跪下。我今天去看了柳浩，他状态不太好，听说可能无期，吓坏了。他说那天晚上撞了人之后是你。他还说转移我的钱、伪造责任书都是你和柳如烟的主意。胡说八道，是他自己害怕，他央求我帮他，我是他妈，我能不帮他吗？那责任书是如烟找人弄的，钱也是他要转的，说离了婚不能便宜你，关我什么事？我是受害者，我是被他们姐弟俩骗了的。这些话你可以跟他们说，看他们信不信。哦，还有，柳浩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妈，都怪你，你要是不那么惯着我，我要是不开那辆车，不就没事了。”王家的律师团会紧咬住柳家每一个人，会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半年后，柳浩、柳如烟、李翠花3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为之前的无知与阴狠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而我也迎来自己新的生活。陈总监，东海集团赵总那边约了下午3点，讨论3号线项目的最终调试方案。您看时间上可以，我半小时后到公司。好的。另外，您之前让我关注的那个项目，王总那边递了话过来，
说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技术顾问招标，他们非常欢迎。另外提醒各位车主，请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